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肖像权案，侵权商家终食苦果。近日，备受瞩目的娱乐圈明星王一博成功捍卫了自己的肖像权，将擅自使用其肖像的商家推上了法律的风口浪尖。此案不仅为公众人物的肖像权保护树立了典范，也为广大消费者敲响了警钟，提醒大家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切莫忽视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一、事件起因，侵权商家肆无忌惮。王一博作为当下炙手可热的青年演员和歌手，凭借其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音乐才华，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然而，随着其知名度的不断提升，一些不法商家开始打起了擦边球，擅自使用王一博的肖像进行商业宣传，试图借助他的影响力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去年，王一博发现上海魔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张某某经营的鸠江区魔记食品经营部未经其许可，擅自在其产品和宣传材料上使用了自己的肖像。这些商家不仅未经王一博同意，也未曾支付任何费用，便擅自将他的肖像作为商品推广的金字招牌。这种肆无忌惮的侵权行为不仅损害了王一博的合法权益，也严重侵犯了他的肖像权。二、维权过程，王一博勇敢站出。面对商家的侵权行为，王一博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果断采取了法律行动。他委托专业律师团队，将上海魔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张某某经营的鸠江区魔记食品经营部告上了法庭。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众多粉丝和网友纷纷站队支持王一博维权。在法庭上，王一博的律师团队详细阐述了商家的侵权行为，并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他们指出，商家未经许可擅自使用王一博的肖像进行商业宣传，不仅侵犯了王一博的肖像权，也损害了其名誉和形象。同时，这种行为还误导了消费者，使他们对产品的质量和品牌产生误解。经过一审审理，法院认定上海魔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张某某经营的鸠江区魔记食品经营部存在侵权行为，并判决他们向王一博支付赔偿金。然而，商家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了上诉。但正义终会战胜邪恶，二审法院再次认定商家的侵权行为，并维持了一审判决。三、事件影响，为公众人物肖像权保护树立典范。王一博肖像权案的胜诉不仅为他个人赢得了尊严和权益，也为公众人物的肖像权保护树立了典范。这一案件向广大消费者和商家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无论是多大的公司还是多小的个体户，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都必须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否则，一旦触犯法律红线，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此外，王一博肖像权案的胜诉还提醒了广大消费者要增强法律意识。在面对各种商业宣传时，消费者要保持理性思考，不轻信商家的虚假宣传。同时，消费者也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四、生动描绘案件背后的细节与情感。在王一博肖像权案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年轻艺人对自己权益的坚定捍卫和勇敢追求。他不仅敢于站出来维权，还积极参与了整个诉讼过程。在法庭上，他用自己的声音和行动表达了对侵权商家的不满和愤怒。
这种坚定的态度和勇敢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粉丝和网友的支持和赞赏，也为公众人物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商家在侵权行为面前的嚣张和顽固。他们不仅不认错道歉，还试图通过上诉来逃避法律责任。然而，最终他们的行为并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这种鲜明的对比更加凸显了王一博维权行动的重要性和意义。5. 总结观点：尊重他人权益，构建和谐社会。王一博肖像权案的胜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我们都应该学会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同时，我们也要尊重他人的权益，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在此，我们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和商家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增强法律意识，共同维护一个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环境。同时，我们也希望王一博能够继续以优秀的作品和卓越的表现回馈粉丝和观众的喜爱和支持。爱国正能量。明星火炬首现申巴黎，王一博看到国旗掉地上后感动。巴黎奥运圣火传递中，王一博弯腰捡起小国旗，赢得网友一致好评，彰显拳爱国之心。此前新疆棉事件，他亦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展现浩然正气。井号图文夏日征集令井号远在法国巴黎的奥运圣火传递，国内去的明星火炬手不少。除了老牌大佬康辉、郎朗、靳东之外，新生代的明星们也可以说举止端庄得体，展现了很好的精神风貌。其中汤唯最让人意外。已经44岁的他依然保持着姣好的体型，头发扎成了单马尾，单手举着火炬挥手示意的身影挺拔笔直，整个人状态看起来十分青春洋溢。至于杨紫、赵露思两位正值风华妙龄的姑娘，同样也是充满了青春洋溢的气息。至于奥运健儿谷爱凌，这次也在受邀传递火炬之列。扎着2个小辫儿的她，整个人都充满着一种英姿飒爽、昂扬向上的气息。青年演员王一博同样也是一身统一着装，清清爽爽地完成了自己的传递火炬使命。在传递过程中，也有个意外的小插曲，被路人们看到并上传网络后，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当时是在休息间隙，原本王一博正单手插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维持秩序。估计是人多拥挤，谁也没有注意到一面小红旗掉在地上。发现后的王一博当即伸出手向地上一指，一边示意被对着站在红旗后面的法国女警先不要动，一边上前2步弯下腰捡起了这面小红旗。据现场拍摄网友确认，王一博捡起的正是一面小国旗，而他的这一举动也吸引了法国群众和一众警官的注意，众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善意的微笑。捡起国旗后，不方便自己携带的他将国旗交给了身后的工作人员，示意对方妥善保管。这个小细节经爆料后，迅速在网上引起热议，网友纷纷留言点赞。右手举起的是荣耀，左手捡起的是信仰。王一博弯腰捡国旗的一刹那，所有骄傲的情绪到达顶峰。王一博的爱国之心是深深刻在骨子里的，他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爱国之心。这一刻，就是中国奥运火炬手在巴黎的具象化。事实上，这并不是王一博第一次表现出自己的拳爱国之心。众所周知，王一博是在韩国出道，组合出道之初上节目，主持人问
组合里都是韩国人吗？王一博对着镜头坚定表示，你好，我是中国人一博。当初新疆棉事件爆发后，王一博也第一时间站出来，没有多余的话，直接转发人民日报的支持宣言就是最大的态度。而当时正在事业巅峰的他，也是第一批主动与相关品牌方解约的艺人。据说为此他也承担了高额的违约金，还被限制终身不能穿该品牌的衣服鞋子。如今王一博的事业也慢慢进入稳固期，或许正是因为他这种浩然正气和不闪不避的态度，如今的他也在大荧幕上走出了更好的转型。众所周知，爱国绝不是一句随口说说的空话，更不是随大流喊出的口号。当我们真的面对时，能够毫不犹豫、发自内心的去维护国家尊严，这才体现出来我们真正的爱国之情。巴黎这一幕，王一博值得点赞。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